然后大家比较就是自己分享的那些部分，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剪掉。开始读啦。我说英惠啊，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也应该。岳父一声呵斥后，大姨子紧随其后责备道：“你到底想怎样啊？人必须摄取所需的营养，你非要坚持吃素的话，也得有一个营养均衡的菜单吧？看看你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选择 Wendy，你 mute 了。温丽老师，你 mute 了。不是，我是被 mute 的，我没有主对，动。我把你 mute 了，因为你对，但是我要读的文章在哪里呀？你能看到我的屏幕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再把它弄到上面去。可以，我看到大家的头像，没看到文字在哪里。现在看到了吗？哦，看到了，看到了。你从弟妹也帮你读2段，然后选择下一个人。从哪里开始读啊？这里。弟妹也帮腔说，我都快认不出二姐了。虽然听说你在吃素，可没想到这素吃的都伤了身子啊。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再吃素了。这个还有这个，赶快给我吃掉！家里又不是吃不起饭，你这算什么事儿啊？岳母把剩有炒牛肉、糖醋肉、炖鸡和章鱼面的盘子推到妻子面前，说道：“没了吗？”先选择下一个人。胡飞，随便点名。来了，从哪儿？愣着是吗？嗯。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吃！岳父大发雷霆的催促。英惠啊，吃肉才能有力气，人活在世要有活力啊。那些遁入佛门的僧侣也都靠修行和独身生活才活下去的。大姨子沉住气劝说着妻子，孩子们瞪大眼睛望着妻子，妻子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全家人的脸。一阵紧张的沉默，我环视了一圈，在座的每一个人，岳父那张晒得黝黑的脸，岳母仿佛从未年轻过的脸上满是皱纹，眼中充满了担忧，小姨子惆怅的两撇浓眉，姐夫所展现的旁观者的态度，以及小舅子夫妻俩消极且不以为然的表情，全都被我看在眼里。我期待着妻子能说点什么，她却用放下手中的筷子回应了所有人用表情传达出的信息。一阵小骚动过后，这次岳母用筷子夹起一块糖醋肉送到妻子嘴边，来，张嘴吃一口吧。还要往下吗？选择下一位。妻子紧闭双唇，用费解的眼神望着自己的母亲。快张嘴，不喜欢吃这个，那换那个。岳母这次夹起了炒牛肉，见妻子还是不肯张嘴，她又放下炒牛肉，然后夹起了凉拌牡蛎。你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还说过要吃到腻为止。对，我也记得，所以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到牡蛎，我都会想起应惠。大姨子帮腔的口气听起来就跟妻子不吃凉拌牡蛎等于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一样。当夹在岳母筷子上的牡蛎朝妻子的嘴巴逼近时，妻子用力向后倾了一下身子。赶快吃吧，我的手都酸了。我看到岳母的胳膊在颤抖，妻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不吃。妻子的嘴里第一次传出了清楚的声音。下一个。笑死了！什么？有着相同火爆脾气的岳父和小舅子不约而同发出了怒吼声。弟妹赶紧抓住小舅子的胳膊：瞧你这副德行，简直是要气死我！我讲的话你也不听了是吧？我让你吃就赶紧吃。我本以为妻子会说：爸，对不起，我不想吃。她却用没有一丝歉意的口吻淡定地说：我不吃肉。绝望的岳母无奈地放下了筷子，她那苍老的脸马上就要哭出来了。屋子里充斥着暴风雨前的寂静。岳父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糖醋肉，绕过餐桌，走到妻子面前。一辈子的劳动铸造了岳父坚实的体魄，但岁月不饶人。只见驼着背的他把糖醋肉送到妻子面前，说：吃吧，听爸的话，赶快吃下去。我这都是为了你好，这要是得了什么病，可如何是好啊？选择下一位。好，岳父的这份父爱感动得我心头一热，眼眶不自觉地湿润了。大概在座的所有人也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妻子却用手推开了半空中微微颤抖的筷子。爸，我不吃肉。瞬间，岳父强有力的手掌劈开了虚空，妻子的手捂住了侧脸。爸，
大姨子大叫一声，立刻抓住了岳父的手臂。显然岳父的怒火尚未退去，他的双唇还在微微的抽动着。虽然我对岳父的暴脾气早有耳闻，但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动手打人。小郑、英浩，你们过来！我犹豫不决地走到妻子身边，妻子面红耳赤，可见岳父的这一巴掌打得有多狠。这一巴掌仿佛打破了妻子的平静，她不停地喘着粗气。你们抓住英慧的胳膊！他只要吃一口就会重新吃肉的。这世上哪有不吃肉的人？小舅子一脸不满地站了起来。二姐，你就识相点，吃一口吧，哪怕是装装样子也好呀。你非要在爸面前这样吗？岳父大吼一声：少说废话，赶快抓住他！小郑，你也动手！爸，别这样！大姨子拽着岳父的右手右胳膊，岳父干脆丢到手里的筷子，用手抓了一把糖醋肉逼近妻子。小舅子上前一把抓住弓着腰后退的妻子。二姐，你就听爸的，赶快自己过来吃吧。大姨子哀求道：爸，你别这样。小舅子抓住妻子的力气远比大姨子拽着岳父的力气大。只见岳父一把甩开大姨子，硬是把手里的糖醋肉往妻子的嘴里塞去。妻子紧闭着嘴，连连发出呻吟声。她有话要说，但又害怕一旦开口，那些肉就会被塞进嘴里。爸！虽然小舅子也大喊着想阻止父亲，但他并没有松开抓着妻子的手。妻子痛苦地挣扎着，岳父用糖醋肉使劲捻着她的嘴唇。纵使岳父用强有力的手指掰开了妻子的双唇，但还是无法抠开她紧咬着的牙齿。传一个？还是？我看看，还有谁？牛奶老师。怒发冲冠的岳父再次动怒，又一巴掌打在了妻子的脸上。爸！大姨子赶快上前抱住了岳父的腰，但他还是趁妻子嘴巴张开的瞬间把糖醋肉塞了进去。就在那一刻，小舅子松开了手，妻子发出咆哮声，吐出了嘴里的肉，如同野兽般的尖叫声从他嘴里爆发了出来。下一位 Lucy。让开！我还以为妻子蜷着身体要跑去玄关，谁知她一转身拿起了放在餐桌上的水果刀。英惠！岳母似断非断的呼喊声在紧张的寂静表面划下了一道裂痕，孩子们放声大哭了起来。妻子咬紧牙关，凝视着一双双瞪着自己的眼睛，举起了刀。把它读完吧。快！妻子的手腕像喷泉一样涌出了鲜血，鲜红的血好似雨水一般滴在了白色的盘子上。一直坐在那里旁观的姐夫冲上前，从跪倒在地的妻子手里夺下了水果刀。还愣着干嘛？快去拿条毛巾来！不愧是特种部队出身，姐夫以熟练的动作帮妻子止血后，一把背起了妻子。你赶快下楼发动引擎！我手忙脚乱地找着皮鞋，慌忙之中竟然凑不成双，穿错2次以后，这才夺门而出。好，我们继续读。下一个是许仙，我来点名吧。许仙，从这里开始。那只咬了我腿的狗被爸爸绑在了摩托车后面，爸爸用火把那只狗尾巴上的毛烧焦后贴在我的伤口处，再用绷带包扎好。9岁的我站在大门口，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即使一动不动也会汗流浃背。那只狗耸拉着红色的舌头，热得直喘粗气。那是一只块头比我还大、长相俊俏的白狗。在它没有咬主人的女儿之前，可是一只在邻里之间出了名的聪明伶俐的小家伙。爸爸说不会把它吊在树上边打边用火烧。不知他从哪儿听来的，跑死的狗的肉更嫩更香。爸爸发动了摩托车，那只狗跟在后面。他们绕着同一个路线跑了3圈。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门口，望着那只渐渐精疲力尽、气喘吁吁，甚至已经翻了白眼的白狗。每当跟他四目相对时，我都会对他竖眉瞪眼。你这该死的狗，居然敢咬我！传给还有谁？还有小璇。转完第5圈后，那只狗开始口吐白沫，被绳子紧绑的脖子也开始流血了。因为疼痛，它哼哼呀呀地叫着，但爸爸始终没有停下来。
第6圈，狗嘴里吐出了黑血，脖子和嘴巴都在流血。我直挺着身子站在原地，直勾勾地看着它那双闪着光的眼睛。当我等待着它第7圈经过的时候，看到的却是爸爸用摩托车载着奄奄一息的他。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垂摆的四肢和满含血泪的半闭的眼睛。那天晚上，我们家大摆宴席。市场巷弄里，凡是打过招呼的叔叔都来了。他们说，想要治愈狗咬伤，就必须吃狗肉，所以我也吃了一口。不，其实我是吃了一整碗狗肉汤饭，紫苏粉也没能彻底盖过狗肉那段刺鼻的膻味。至今我还记得那碗饭和那只边跑边口吐鲜血、白沫的狗，还有他望着我的眼睛，但我不在乎，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说，就是我先引用一段韩江他自己的话，他说：“我在写作时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我希望素食者可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我想通过素食者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然后，咱们一起讨论一下刚才读的那一部分吧，然后也可以结合全书。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素食者是如何回答作者的这些问题的？现在就是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要不就先从 Demon 先开始说吧。那好，那我就是刚才读的这一段，这个关于狗的事情，就是主人公是以主人公的视角写的是他小时候如何面对这个暴力，是这个狗先咬了这个主人，然后他的爸爸用了一种非常残忍的手段，然后让这只狗死亡，并且去品尝它的血肉。我觉得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他在去面对这个暴力的时候，他小时候是把这件事情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他处理这个暴力和接受这个暴力的方式，就是给了他一个理由，就是说这条狗它就是咬人的狗，然后这条狗只有吃掉它的肉才会忘记它给人们带来的这种恐惧。而明明一条狗它其实是一个很脆弱、没有什么力量的一个生物。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暴力就是，我觉得这里的暴力一方面是一种，人对于狗它是完全的力量上的一种掌握，另一种是在解构上，就是在语言上的这种暴力，就是你用一种暴力更大的暴力去制止了这种小的暴力，并且坦然的接受了这种的暴力。我觉得第二种暴力往往是更为隐形而更残酷的。无论是对于童年的这个时候的他，还是在未来他用这样的暴力去，这种无形的暴力去对待自己的妻子，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另一点就是说，这个父亲对于自己的女儿，就是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荒谬和搞笑的一点就是，这个主人公他其实是对于这个岳父的角色是有一点崇拜的心情的，好像在描述岳父终于开始动手对于，是女儿的回忆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就是好像是岳父，但是我记得第一部应该全部都是以主人公的视角去写的。也有道理，有可能对，是。那我一会儿我就再去看一下啊。我觉得可以，可能它是一个开放的。那好，那我再看，那我就不说了，我再看一下。我记得刚刚读的那一段，主要还是就是老公男方的一个视角，然后他如果有 switch 到就是女主的话，好像还是就是有分段落。对，就它中间分了一段，但是 Damian 你不要不讲吗？你继续讲嘛，你刚才正好讲到我特别想听的部分。那我接着讲，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个狗这一段的回忆，难道也是这个女儿的回忆吗？我感觉好像不是吧？有谁才能解答一下我这个困惑吗？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于这个整个的理解来说。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章，它不停的穿插着男主的回忆，男主的视角和女主和自己的回忆。就是我读的那本书，每当女主开始回忆的时候，她的那个字体是会变成衬线体。然后我觉得那个
刚才的那个狗的回忆应该是女主自己的回忆。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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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个。那我就先把我刚才说完，然后回去我再研究一下这一段。就是父亲就是在这个主人公去描写父亲的那种权威，还有那种感觉的，就是在那种渲染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先是这一家的女人，然后再去很正常的劝这个女人就是吃饭啊什么的。后面好像这一个父亲这么一表达自己想要的劝慰，就是有一种，哎，我都这么劝你了，那作为一家之主劝你，你就应该去听。然后这个女儿没有去听他，这个父亲他第一反应就是用暴力来控制他，就立马就是说，那把他抓住，想要去用强塞的方式，然后让他，然后而且就是感觉是他勾勒出一种什么样，就在这个主人公心里是啊，这个父亲又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又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然后又屈尊降贵的，可以想就是为了你好，然后让你吃一口饭。然后这几重加在一起，就是层层都是非常非常压抑的，最后落在了身体的暴力当中，就是展现出在这个家庭当中，女儿是多么被压抑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种暴力的回应吧。讲完了，谢谢分享，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就我也是觉得这个丈夫他写他岳父那里就特别特别恶心，就是只有男人才会心疼男人那种。那他也不是只有男人才会心疼，大家都心疼男人，但是男人特别能心疼男人。就他很多字里行间就是对他的岳父充满了崇敬，然后其他人就是那种有一点点蔑视的感觉。包括他岳母啊什么的。好，有没有别的朋友想要分享？我又去看了一下刚才那个狗的那一段，我还是觉得他的角度应该是妻子的丈夫，而不是妻子本人。然后我的证据是他这一小段，他说的是每当跟他四目相对时，我都会对他竖目瞪眼，你这该死的狗居然敢咬我。然后我觉得这个语气和态度不太像是就是他们三个视角下的妻子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是一个想要变成植物的人，他应该不会对就算是咬了自己的狗有那么大的恶意。我是这么理解的，也不一定对。大家有没有谁想回应一下？我觉得他应该是妻子的视角。哦，不好意思，我也觉得是的，对，因为他前面讲的是岳父打妻子、打他自己女儿的画面，然后后面他又是以爸爸这个代词，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联系起来岳父他现在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换成妻子的视角给他作为一个补充，说爸爸或者说岳父他以前也是如此的暴力，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是妻子的视角。关于他说你这只该死的狗，我觉得他是小的时候妻子，他可能还没有那种想变成植物的想法。它也只是一种对伤害它的动物的一种憎恶，所以它也是非常的生气。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妻子的视角。我也是觉得，就是刚刚听到 Damian 说他是丈夫的视角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感觉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一段，就是拓展了一个视野去思考，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因为我自己读，就是很顺理成章的觉得是妻子的一个回忆，就是他自己的父亲以前是多么的暴力，因此是在这个时候对他如此的暴力。然后以及从那个他对那个狗的那个吃东西的那个过程中的厌恶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并不想吃，但是还是有一种被迫吃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其实从小就是被这种暴力所充斥着成长的一个环境。那么在他长大之后，他自己决定开始吃素、讨厌吃肉的时候，他就可能像那条狗一样的被对待。那条狗是被拖死的，他也是这样子被人逼着要吃东西死掉的，就是一种人类的暴力。然后，但是在做这些事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很理智的。比如我要吃那些狗，我是要吃它跑死的时候的那种肉，它是很鲜嫩，它的那些激素什么的刚好都散发出来，就会变得很鲜甜的一个肉。但是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它又是一种疯狂的，就是感觉理智和疯狂，他们是
一个世界的两面，它可以是理智的，也可以是疯狂的。然后我又在某种视角上很理解那种理智，就是有可能是一种所谓的随大流，就是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比如说，哎，狗这样吃比较好，我们就这样吃狗。所以，当一个人做出决定不吃肉的决定之后，我们觉得哇，这样是不对的，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就是这种理解，就是我在读的过程中也其实很难理解妻子想要变成植物的那种状态，就是哇，人是如何会变成一棵植物然后生长的，我会觉得我也很难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到理解那种程度的时候，又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在想象我自己的手和脚像树的那个枝丫在生长。我倒立起来，我的手这样子就往地里面发根发芽的那种感觉，然后有芽在我上面长的时候，我会觉得又是很神奇的一种体验，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种理解会根据不同境况下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触，然后我感觉这种理解和暴力可能是相对的，嗯。哇，我真的太爱你的分享了。就是暴力的反面是理解，然后这个也可以回到作者的这些问题，就是人类的暴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类拒绝理解别人可以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别人，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去消解暴力的。就因为有权利，所以可以不用去理解，不用理解本身也是一种特权。谢谢 Chris 的分享。正好 Chris 刚才提到，就大家觉得为什么女主想要吃素，想要变成植物呢？他觉得是为什么？对，大家都不说了。我记得书里他给出最直白的答案就是一个梦。我记得他梦里好像是描述他跑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灌满着肉的房子里，让他觉得很恶心。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因。然后另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他反抗，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别人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应该吃肉，但是他无法反抗，所以他就用虐待自己的身体，对自己施加暴力一种方式，让自己慢慢的死亡，去抵抗别人对他的这种期待，对他作为这种女性还有妻子的期待。这是我的想法。肉在这里面，它更像是一种就是隐喻的，隐喻的一个就算是一种隐喻吧。就是当我记得它里面有描写到有很多，女主在生活中受到的一些暴力，当然她是以丈夫的视角去描述的。我记得她前面有说到，就是丈夫在描写和她性交的场景的时候。是非常暴力的，以及父亲对他的控制，然后还有就是社会对他的各种规范，比如说这个社会告诉他，嗯，他需要他需要穿那个 bra，他不可以直接套一层衣服，他需要和嗯丈夫的领导 social 的时候要表现出一个固定的这种社会模范。我感到女主在进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的嗯 setting 里面，她是非常抗拒的。她去拒绝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暴力吞噬和侵入。其实拒绝吃肉，吃肉它也是一种被吞噬的过程，然后被性交、被插入也是被侵入的过程，然后强迫和别人说话也是一种被侵入的过程，然后强迫他作为一个人类，作为一个动物去活着，也是被侵入的过程。所以我理解的是，女主拒绝吃肉，想要去吃素，她是想自我选择，不想再成为这个暴力系统的一部分。谢谢分享，我觉得讲的特别的好。许仙就是读得很深刻这本书，包括他为什么会做那个梦，就是书中也有提到，就是他说他能够感觉到已经太晚了，就是那些他之前吃下去的肉已经在他身体里面沉淀，他觉得已经太晚了，他还能够闻到自己身上肉的味道，他不想闻到那个味道，就他要不停的去清洗，通过吃素的方式把这个味道清洗掉。也可以
就然后不用去做那些梦。有没有其他朋友想分享？大家觉得这本书，Lucy。我其实是觉得，如果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确实好像植物相对于动物来说没有那么明显的互相倾轧，虽然它肯定也存在着就是竞争这样子，但是如果说这里的女主想要成为一个素食者，就好像她要逃避动物世界之间那种弱肉强食，或者说野犬争食的那样的一种结构或者说环境。但是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如素的结果，如果说这篇文章应该是一个短篇吧，它的结尾还是那个掉了很多羽毛的暗绿绣眼鸟死了的话，就是它其实我觉得它变成一个素食者，或者说坚持为一个素食者，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内倾的反对方式，就是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无奈，甚至相对有一些无力的结局。所以说，那个结尾给人的感觉就是，其实依然是相当苦涩的。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因为他肯定不属于一种积极反抗的那个行为模式在里面，但是他多少也是一种自己的坚持。而且我觉得他行文里面就是比较有趣的话，就是他穿插的那些第一视角的梦或者说回忆，究竟是妻子还是丈夫的视角。这点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我觉得似乎就是都可以。因为我觉得在这篇里的叙述里面，我和所谓的我的妻子，她像是那种就是同位异构体。他其实在这个家庭环境里面，他的地位是比较相似的。因为我或者说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女婿，对吧？他和儿子的，地位肯定还是不同的。那么在餐桌上，他的岳父越过他去打他的妻子，那一巴掌其实跟落在他的手上，其实区别我觉得是不大的。所以说他的回忆里面，既可以是他的妻子回忆，比如说童年的时候，爸爸就是这样一个要把狗杀了吃肉的人，也可以是我的回忆，就是在他儿时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无法反抗他父亲加诸于他的暴力，而他结婚以后，他其实面对他的岳父对他的妻子或者一部分他本身，他也是这样的一种比较无奈或者说平静的接受的局面。因为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穿插的回忆片段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包括如何在梦里想变成一个持刀杀戮的人，而在最后一部分出现这个梦，其实我觉得前面的梦的部分都基本都可以理解为是妻子的梦，因为它会出现像爸爸、姐姐这样的人际关系，可以照应大姨子。但是在最后一段出现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以我的视角的，因为那里很明显。叙述了进入梦的阶段和醒来之后看到妻子在旁边，所以这个梦就好像是一个共同影响着他们两个人的梦境。就我觉得，就在这里面，旁观和被旁观的对象就好像是可以一体的，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一种连接。谢谢 Lucy 的分享，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大家对于Lucy 刚才分享的这部分有什么回应吗？或者有什么想说的？分析的好好呀。确实，就他分析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再看一遍啊。有的视角我可能先入为主的以为就是统一的视角，但可能就是作者假装用统一的视角，其实是写了两种，就像他说的同位异构一样。我有一个问题。哦，你先说，你先说。你先问。哦，我的问题是，就是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梦很神奇。就大家如果是做梦到有一片树林或者有一个什么房子挂了很多生的肉，文中的英惠是选择了去吃一口那个肉，但是我觉得如果设身处地是我的话，我看到鲜血淋漓的肉，我是肯定不会吃的。我觉得这好吓人。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会在梦里有那样一种行为，那样一种决定？谢谢你的问题。先听 Chris 的刚才的回应，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姜饼人的问题。就是刚刚可能想补充一点我自己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就是更多的会去理解人类的暴力，但是很难去理解人类的不暴力。就是，我会觉得这可能跟父权和女权有一定的关系。我就觉得母权女系社会的时候是很那种和平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不希望战争的一个产生。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父权下面都是战争暴力，但是这个社会都是很容易去理解，通过各种建构去理解这些暴力的存在，把他们所有的疯狂定性为理智。那么我觉得，女主也
就是代表了一个女性，我觉得也从我的一个层面上，会觉得它也代表了一个女权的一个理想，就是我们想要通过不参与这些暴力、这些疯狂的理智来刻造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杀戮的一个和平的世界。但是在这本书的结局是，他并没有能够生存下来，可能就是目前的一个悲剧的一个导向。但是我又会觉得，我自己对于这个未来还是有期望的。然后我觉得他选择不吃素，我就会从女权的一个角度，就是去呃分解，就是觉得还是通过不参加这些吃肉的活动，不参加这些人类的暴力，来反抗这个世界，来对父权制的一个反抗。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子。谢谢分享。我看刚才小璇开麦了，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可能是误开。我想来回应一下 Lucy 刚才说的，怎么说呢？就是施暴者和受暴者他们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但是我觉得她的丈夫绝对不是这个体制的，一个主要受害者，他肯定是在这个体制当中受益要远远大于他所受到的压抑，而且他跟那些他的岳父也好，他的小舅子也好，比如说他妻子不吃素，他第一时间打给他小姨子，先打给他岳母。然后再打给小姨子，然后想说要不要打给小舅子呢？说小舅子的话就有点太夸张了吧，就是他会觉得他心中有一道明确的这种等级，然后他想要去成为这个父权制度的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要去遵守这个 brotherhood 其中的规则，包括遵守年长男性的权威，去认可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然后去接纳其他男性的暴力。女主她其实通过这种吃素的行为，想要摆脱这个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跟她丈夫的这种连接，就是跟这种男权的这种连接，也让我联想到在就是韩国的很多，就比如说不生孩子、不结婚、不跟男的谈恋爱这种行动，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吧，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因为他并不想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去反抗，所以他通过比如说绝食，很多人他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时候会选择去绝食，我觉得是就异曲同工。我觉得这个女主就是英惠，她通过吃素，通过拒绝吃肉，到最后不想吃东西，她其实是对于男权的这种暴力的一种反抗，是一种绝食的反抗。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好，那我们这本书先到这里，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不知道另外一本大家有没有看？有没有看完？看完了。Chris 看的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英文的啊，好棒！我是读完的。哦，我就感觉到那个皮肤，不，那个字在我的皮肤上跳动的感觉，在触摸我的皮肤，我觉得哇，你真的好棒哦！以及 by the way，我们进入这个部分之前，先休息5分钟吧。考虑到大家的 neurodivergence， 可能不是所有人的精力都能持续这么久，包括我自己。我们先休息5分钟，然后11:07我们再回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大家放一首这个作者的歌。你在放歌了吗？还没有听到歌声。还在放广告。OK， 可以听到吗？听不到哎。现在呢？没有声音。Oh no， 为什么？但能看到画面，就听不到声音。对 ，YouTube 不是不能放的吗？Zoom 的话，如果你同时用电脑自带发声的话，它会帮你过滤掉。所以你可以用手机放，就是或者说用另外一个麦克风。好的，我用手机放吧，因为我的电脑没有点播。要同时是不是？电脑的手机同时点播放。那不用就不用看画面了呗。好吧。干嘛很想看画面？想看，虽然是卡卡的，但是也想看。卡卡啊，你卡卡。那我还要同时点播放，那我会被那个，我会被吵死。算了，我们还是那个什么。
我们还是注那就是重一下我的心理现状。体验。好，或者可以把那个视频的名字发到群里，然后大家就可以自己听。你现在听到了吗？以前有很小的声音，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我真他妈的服了。肖老师，你把那个视频的名字发，或者那歌的名字发出来好了。好好好，我好痛苦，我现在非常痛苦，谁能懂我的这种痛苦？没有人能够，我懂，因为我超级想听你放的歌，没有人理解我。想看你放的视频，但是看不到。那我怎么样能把 Zoom 的东西放到那个什么里面呢？好生气哦！是不是 Zoom 要设置一下什么的就可以放了？对啊出来是，Zoom 如果你选分享声音的话，就可以直接放出来，就大家都能听到。分享声音又是什么啊？啊，在你分享屏幕的设置里面。multiple participant advanced sharing，然后呢？有个什么 share sound 之类的东西。没有找到。应该不在很深的菜单里面，应该就在分享屏幕，好像有一个工具栏，一个条，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的 somewhere。我记得 Zoom 是可以放声音的呀，没有找到哎，没关系，发给大家了。它这个应该是 OK。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我现在来 debug 一下，我的尊严relies on this。也有可能它是因为版权原因。OK。share 这个 screen。In the share select window select share sound。啊，这 UI 做的有问题。我试一下，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哦，我找到了。哦，你找到了，好。可以的 share sound。我靠，还要我输密码？不相信我是谁？不相信我是这台？我share 不了，你来吧。我没有这个 device， 我没有这个插件。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哎，我的那个呢？哎，等一下，我视频找不到，稍等。真是，哦，我找到了。OK。这个 UP 主难用啊，这玩意儿。share sound。他这个 UP 主是不是就是那个作者呀？哇，谢谢分享，真的太棒了。不客气。好啦，我回来了，我刚刚去休息了，并且打了一个星。对啊，这个就是作者，他其实还吃了个棒棒糖。对，他的本质，他其实主要是他主要的工作是一名。哦，好棒呀！然后这个是他的某一本书某一个版本，我手上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版本，然后不知道谁拍的，然后把这一页拍特糊，然后特别喜欢，我觉得哇塞，简直了，psychedelic，然后感觉像就是 on acid 的那种感觉。确实。你来读一下，姜饼人，既然你在说话，你就把他这个英文的简介读一下吧，右边这个。右边这个我都看不。Jill is in a strange new country for university and having a more peculiar time than most. In a house with no walls, shared with a woman who has no boundaries, she finds her strange home coming to life in, oh my god, unimaginable ways. 这真对我来说太难了。Jill's sensitivity and all her senses become increasingly heightened and fraught as the lines between bodies and plants, dreaming and wakefulness blur and mesh. The debut novel from critically acclaimed artist and musician Jenny Harver presents a heavy and hypersensual portrayal of sexual awakening and pure desire. 我现在有点 understand ADHD 了，我是真看不清楚。谢谢读，没事。就是然后我来读左边这一段吧。The book is almost uncomfortably intimate, the kind of penetrating
The kind of penetrating encounter that will make you uncomfortably shudder as your body is plunged into the sensory world that Hall has created. It's an uncanny and yet deeply moving reading experience, one that Hall uses to explore the complexities of queer desire and human enmeshment in our physical surroundings. 就是大家其实都这些文评人都对他这个书评价非常高，总结的也挺到位的，就是说，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亲密 ，uncomfortably intimate，令人不适的程度的那种亲密，a kind of penetrating encounter，那种插入性的相遇。然后你的身体好像就被扔进这个作者他所创建的这种感官的世界里面，他想要，而作者本人想要探索的是queer desire 的这种复杂性，还有人和环境之间的这种就是这种连接，就是很多时候你以为环境你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其实你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从这部分开始会有很多英文的 reading， 大家谁要是 comfortable 可以读多一点。好，我们先来一起读关于苹果的这部分，36到30。谁读了这本书可以那个什么一下吗？举一下手吗？我举手 ，Chris 举手，刘姊妹举手，还有谁举手？Julia 举手。OK， 我们先读了。刚才那我也读了，是谁？我是牛奶。胡飞。牛奶也举手了。我知道许仙也读了。好了，我可以同时，因为你读的是中文吧，对不对？对。但这段很简单啊。我们也是像刚才那种啊。没关系，我们主要就是读个内容嘛。我觉得他的就是他的中文不是他英文还是翻的很好的。这个译者跟这个作者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这作者有讲说他在翻译当中的一些经历，就是他觉得原来这个东西翻译成这样，他觉得有时候增添了他的文字的这种 sensational 的感觉。然后他觉得他用挪威语写作让他觉得非常 frustrating， 就好像我用中文写作有时候我也觉得有点 frustrating， 就是他就用挪威语写作就是能够 reach 的 audience 太少，我用中文写作我就感觉能够 publish 的地方太少。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跨语种之间的这种对于就是 sensation 的传递。OK， 我们也像刚才这样，就大家不要去介意自己的口音或者什么的，我们都是was clearly thinking that we would eat them all. They just like lay there, she said. Do you like apples? I nodded. I liked the sound of Carol's mouth as she took a huge bite out of one of the golden apples and crushed the sweet flesh between her teeth. The soft yellow of the peel was almost the same as her hair. They have pretty names, she continued. I saw in the shop. The pink ones are called pink ladies, and the yellow honey goats. Isn't that nice? Very. What about the red ones? What are they called? That's the best one. Bloody plowman. 谁来读下一段？我来选。好的，来了。by the way，Pink Lady 真的不好吃。我之前有去采苹果的时候，我觉得那名字特别好听，Pink Lady，一听着就很让我想咬一口，但是吃完之后发现，不好吃。然后他说的另外一种 The Best 的那种我没有吃过。那个好吃吗？那个我没有吃过。哎，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好吃，除了先读吧。中国比较常见那种叫什么来着？富士吗 ？Fuji 读吧。Wow, I said. Carol held up a red apple. They look like the apples Mom used to hang on the Christmas tree, she said. Real apples? No, they were wooden, painted red. They looked so nice that I tried to eat them. Oh no! Oh yeah, I lost a tooth. She wiped her mouth and continued. The day after I got an apple for pudding.
a toffee apple, even though my mouth was really sore. Could you eat it? I licked it. 下一要个，换下一个人吗？ Coral took another bite of her apple. Her tooth might residence in the flesh, and I heard them push further in. There's a worm that is apple coarse and sometimes joins in fruit juice. I said while I crumped up the empty apple bag. A whiff of apple rose from the bag and spread through the room, and I imagined that the smell seeped into the concrete walls and boards, into the kitchen chairs and the cutting board. So far I'm good, she answered and smirked with apple juice bubbling between. When she chewed, I could hear the sound of fruit fresh dissolving in. 谢谢。然后还有一段43，下一位有没有？ Me, Chris. The apples spread all over the flat. Half-rotten fruit was left in the bin, on dirty plates and unused coffee mugs. Some apples were left forgotten on the bigger matinee, others were in the corners and under cupboards. Every morning while tying up her shoelaces and buttoning her jacket, Carol put an apple for lunch on the chest of drawers by the front door. Every morning she forgot it. Every evening she took a bite of an apple as she came home and left it on the kitchen table or the bench. Sometimes I sat and watched the apple, how the juices dribbled from the bite marks. I wondered what was apple juice and what was her spit, and thought about licking the place where she'd bit to see if I could tell the difference. But I didn't. I continued to study it, watching the flesh turn yellow and then brown. 你可以选下一位，也可以继续读。 After a week, the remaining apples had turned soft. I never stopped eating them. Instead, I used my fingernails to make patterns in the skin of a horngoat while I read introductory mycology. But what are fungi? Traditionally, biologists have defined fungi as eukaryote organisms that produce spores and that reproduce sexually and asexually. When I looked up from the book, I saw that I made a little circle-shaped nail mark in the middle of the apple. The edges had already dried up, and the tail was brown, a small dark nipple in the golden skin. My fingers smelled of yeast. 好，先 Granny Smith 比较好吃，谢谢你的分享，姜饼人。我回到这里，大家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或者听别人读也好，自己看也好，就是刚才那一段讲苹果的有。哦，我觉得它特别可爱，因为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去咬一个木质的苹果，所以，但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我感觉这个苹果就像他心中的 Carol，他想去品尝 Carol 是什么味道，然后感受那个苹果腐烂然后掉汁，或者它迸发出在 Carol 口腔里面的那些泡沫，就像他在感受 Carol。我觉得苹果就是他对 Carol 的一种表征，就感觉好像苹果在 Carol 嘴巴里面发出的那个味道，就好像在他嘴巴里面也有一个同样的触发机制一样的。就非常的感觉，就是感觉非常细节。然后包括他听 Carol 的声音，因为他们住的房子不隔音，所以他想象他在自己的地方干什么，所以他通过这些感官上的东西，然后联想到很多，就感觉这个人非常有。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听到就是 Carol 咬这个苹果的时候，他说他去描写他的牙齿，就他牙齿被果肉 push further in，然后他能听到那个牙齿，即使感受到了阻力，但是依然就是push further in，就咬得更深。我觉得我靠，这你都能听到，但是他就好像把所有的感官无限的放大之后，一个很熟悉的吃苹果的动作变得更加陌生。
变得陌生了起来，就让我觉得我天呐，吃苹果是件好性感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他写 Carol 每天早上咬一口那个苹果，然后这个苹果就放在台子上，慢慢的变烂。然后这个作者也很有意思，这个主角也很有意思，他也不去把它扔了，他也不去收拾它，他就在那儿一直看着它，看到这个果肉变黄，然后又变棕，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个周期的变化一样。然后他还在看着咬痕，不停的看这个咬痕，然后想要去分清哪些是苹果的汁液，哪些是他的口水。我觉得哇，好变态啊，但是又好。我想共鸣一下青老师说的关于就是腐烂让放任水果腐烂的这个过程的描写，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对这个腐烂水果的描写，我觉得还是有点震撼的，因为在别的就是对水果的描述中，大部分我们感受到的可能是那种比较就是有生命力或者说是那种新鲜水果的感觉，但是他在这里面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篇幅。他写的是腐烂的水果，然后他本身是一个我记得他后面有说他是一个研究什么真菌的一个学生，然后他写苹果，嗯，一直在腐烂，然后不同程度，我的感觉就像是，有种想要去描写就是诱惑和原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圣经里的，就是伊甸园里的水果禁果，然后它堕落了，然后作者就是又把他的这种就堕落的水果，就是重新转向了就是这种身体和感官的，就是模糊的状态。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种酷儿，就是那个性的隐喻，就是他是来这个水果，他把它放到垃圾堆里，然后他把它放任它在桌子上就是自由腐烂，然后但同时它又非常的丰富，对，就是可能是一种就是有关这种欲望符号的腐烂边缘的这种欲望符号的描写。就是它是被时间侵蚀的，它很腐败，但是它同时也是很动人的东西，就有点像这两个就是主角之间的。哇，真是分享的太好了，听得我什么心惊动魄、惊心动魄，已经不会讲中文了。就是我感觉这个作者写的东西也给我这种感觉，就是非常耸动，就然后感觉你读他的东西，感觉提着一口气，你不知道他下一句又会说出什么来，就语出惊人那种感觉。对。包括他这个烂苹果滚的到处都是，然后这个烂苹果的符号不停的出现，贯穿了全书，就它时不时就出来一下，然后那个苹果里面又长了虫子，然后他们又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放到屋外，结果好多好多天之后还是没有人收，然后最后那个盖子又开了，然后它整个这个冬天的时候外面都特别冷，但它这个公寓就特别热，然后外面的这个垃圾桶的盖子开了之后，整个公寓都是那种嗯，就是腐败的酵母的味道，yeast 的味道，就非常的。好像变成了一个伊甸园一样，然后它伊甸园就是烂掉，就是这些苹果烂掉的感觉。是的。有没有其？我觉得就像一开始就是你读的那个介绍，就是它是一种不舒适，就是令人感到不舒适的亲密感。我觉得刚才徐老师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哦，就是我感觉他很在意黄色这个颜色，就是他在说他吃那个黄色的苹果的时候，就说那个果皮的颜色跟他这个室友的发色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在吃那个苹果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是没有办法分辨那个感知的边界，就是没有办法分清哪些感受是他自己的，哪些是对方的感受，就是他跟对方本身就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对方又和他在吃的这个金色的苹果融合在一起，然后就是感觉所有的东西之间都是没有边界的，就吃和被吃的东西好像都是混杂在一块儿的。然后感觉这个黄色不仅仅在金色的苹果里出现，也在后面的很多的
液体里面也会出现，然后就是它所有的在吃黄色食物、喝黄色液体的时候，都好像就是我在用我的口腔把他的室友就是喝下去或者吞入，就感觉那个边界的消失的感受特别的强烈，他一直在重复的强调这种。好，谢谢大家分享。我觉得胡飞讲的也特别好，就这个，这个，黄色的液体，红色的苹果，然后这个苹果又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它的汁水又是什么颜色，然后包括它的就是尿液，这个文章当中不断出现的尿液，还有啤酒。这个作者他对于颜色的使用，就是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牛奶说有把自己感官的感觉硬塞给读者的感受，这种也是一种 uncomfortably intimate，就是我看到还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文评人说，你读每一页的时候，你就感觉这本书在你身上挖开了一道沟，that it burrows deep inside you 的那种侵入感，就好像这本书想要打破它跟我之间的边界，它想要入侵到我的身体里面，通过我的阅读。好，我们来看一下作者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就是这个问题，这是回答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是，就别人问他说，很多人觉得天哪，都铺垫了这么多，最后他俩啥也没有发生很多，然后你就走了，这个结尾怎么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回答说，这 happening， 就如果说你认为你把这个房子当做一个身体的话，其实很多事情都就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非常 sexy 就是 desiring each other。他说这个故事可以被认为是，就是讲，皮肤和肉的关系，还有人对彼此之，就是这本书里面作者承认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语言的文字的游戏，还有，人从自己的界限当中伸出去 extend 出去，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划一条线，然后他又 call back 了他自己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嘴唇的描述，就是说就好像你画口红的时候，你第一次画口红，就是你肯定是会画出界，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才华，他在回答一个关于比喻的问题的时候，又用了另外一种比喻，我感觉就是sensation overload。sensory overload， 感官过剩。好，我们来读，共读讨论2，这段是接近结尾的时候，133到136，过了，从这里开始，谁想要 stems that follow through my skins and flesh, my body like a new self-skeleton. Like fruit, the brewery was quiet, the kind of quiet that resembles sleep. Carol twitched like a dog that dreams of running. Every twitch pinched my skin, and the last thing I thought before I disappeared into sleep was that sleep is an animal body. And then I was gone. Unconscious paws and claws grew out of my fists. Fur span out between my legs and wove around our bodies. I dreamed of 2 bodies, girls' bodies. Our upper bodies had melted together, and our necks twisted around each other, thin and long like swans' necks. The girls were naked and hairless. The faces were shadowed. It was impossible to tell who was who. The cracks between them were covered in white mold fur, as if they shared a skin woven around them. Chris. One of the girls turned her head towards the other and said, "Let me tell you a fairy tale." And the other girl nodded. So the first continued, "I'll tell you the fairy tale of the apple. Eve ate the apple, and then Adam came and did so too. Afterwards, the apple was forgotten, and it was assumed that it rolled away in the grass while Adam and Eve were chased out of the garden. But that's not true, because secretly the apple rolled in between Eve's legs, scratched open her flesh, and burrowed into her crotch. It stayed there with the white bite marks facing out,
After a while, the fruit flesh started to shrivel, and mold threads grew from the edges of the peel. The mold threads became pubic hair, and the bite mark became the slit between the labia. Soon, all of Eden followed the apple's example and started to decompose and rot. And since then, this has happened in all gardens and everything in nature. And horning mushrooms came into existence, and rot and parasites and bitters arose. But the apple was first, and it never stops rotting and just getting back up. The apple has no end, just like this fairy tale. 下一位，许仙，我可以直接读中文吗？读中文吧，读中文。Wild Girl 这里。行，当这个女孩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们周围长出了一片森林，这片森林既是啤酒厂，又不是啤酒厂。松树树冠钻透屋顶，瀑布从楼顶裂开，地板板条融化成了黄色和绿色的石楠，然后温和的秋雨轻柔地拍打着我们的身体，两个女孩的身体。一只鹿从树林中走出来，嘴里叼着一个苹果。她的脸上是 Pam 的脸。Joe，Carol 的声音响起。我睁开我的眼睛，发现自己还在阁楼里。我梦中的石楠花其实是草，长在地板之间的草。Carol 紧贴着我，我想起了梦中那些女孩的身体，她们看起来像奇幻生物。我记起了 Carol 在 Pam 的书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从她的灰烬中出现了一个有4个乳房的生物。好，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哇，谢谢大家，读的真的太好了，我听的也是惊喜。我们讨论一下吧，就是读刚才这一段有什么？我感受就是我要死了，我感觉他这一部分写的，我整个人已经是什么？你先说吧。我觉得那个苹果，它从那个夏娃的腿下变出那样子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哇，天呐，这种想象好佩服啊！可以想象出这么多东西出来，可以展开成这样的东西，这种想象力我觉得好丰满哦，超级 sexy，就是那种情欲在生长、发芽、壮大，然后变成有4个乳房的。那前面还有提到，就是为什么这个4个乳房的生物是怎么来的？就是有个特别讨厌的男的，然后这个男的他们2个都睡了之后，这男的给这个女主写了一个小说，就特别恶心，就这个女主一直拒绝读，然后这个 Carol 读了之后，Carol 把这个书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女主去捡到这本书，然后发现就这个男的写的是这2个女孩子轮流的 serve 他，然后最后变成了他的养料。然后就特别恶心，然后他就刚想把这个书扔了，然后就发现 Carol 在后面加了一段我给大家读出来扔。他说，就最后，然后这本书又写了一个 short grotesque feast， 就是写了一个盛宴，最后写了一个盛宴。The women feast on the poor man's flesh and chew each bone whilst it is fresh. So the 2 women can become one with a kiss, the dream of every biologist. To grow together is their pursuit, and his red flesh, their forbidden fruit. He stumbles and gasps and finally dies. From his ashes will a 4-breasted creature arise. 他说，这2个女孩子吃着这个男的的肉，这肉还是新鲜的时候，他们就在吃，把骨头也嚼了，因为他们想要通过一个吻合二为一，这是每一个生物学家的梦想。他们想要生长在一起。这个男的的红色的肉就是他们的禁果。这个男的抽动着、喘息着，然后死了。从他的灰烬当中升起了一个长着4个乳房的生物。然后这个作者还拿着这个去问 Carol 说：“这是不是你写的呀？”然后他说：“他说是 joke 吗？你是不是真的这样？”
超喜欢他改写的这个结局，太爽了。我觉得他的这个英译和汉译本感觉都很好，就非常的，或者说尽量还原了他那种比较细腻丰沛的描写。包括他这个标题，我觉得 Paradise Route 感觉像是对 Paradise Lost 的一个比较奇妙的改写，或者说双关，就他归到了他自己的写作领域里面。侧重了一种更女孩之间的情欲，就是我甚至可能不会想说是一种女凝，感觉更像是一种对视，就是在他的 Kai 和 Kara 之间的感觉。而且它其实会有点让我想到那个范冰冰的电影《苹果》，就虽然那个电影是比较异性恋，但是能感受到那个导演对范冰冰的一种比较玄妙的女凝在里面。然后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就是夏秋之际比较颠沛流离的情欲。谢谢分享，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现在有点想去。还有谁想要分享读完的感受吗？我觉得读完这一段都得喘一喘。我来分享一点吧。我当时读到后面大概就是这一段吧，就整个屋子逐渐变得非常就是 everything rotting 的那种。那一段的时候，尤其是这段什么又吃肉啊，什么又合成了什么合成怪啊，我感觉一点点感觉啊，像在看电，就是我不知道，我会觉得有点恶心。就是 uncomfortably intimate，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诡异。就这本小说，它其实它按照它是被划在恐怖小说的范畴之内的 queer horror，竟然是恐怖小说。这是美国的恐怖小说，它就是这样定义的。就对咱们来说其实不是，但对美国人这就是恐怖小说。我好能理解他那个描写的角度，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很这么的。然后我觉得听别人尿尿是种很 sexy 的。感觉自从看了他写的这个，我也开始听别人，就是之前也会听到，但是不会去想象那个温度，就是他甚至会把对方的温度都想象出来，然后导致我也开始出现了这个癖好。然后我想说一下那个我对于他这个里面设置的这个男性。我就在想说，因为之前那个青豆老师有说，就是他整个有一种发酵的感觉，然后说可能是一种女童的那个怎么说，这个像性启蒙的一个过程一样，然后可能他这个男性的设置就只是在这里吧，就是可能先通过这个室友和他的性爱，让他对性先产生了一种冲动，然后他又跟这个男的，然后最终他们两个人就是走向了同性的性，就是可能他只是设置了一个这个人物来引导他们的这个过程嘛。然后他的室友不是一直在读那个月纯那个一本，就是说他问他的室友说这本书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书是个垃圾，但是我很需要它，然后他就天天在读那个很垃圾的色情小说，然后里面也是说了一个男子，然后在不停的跟乱七八糟的女的做爱的场景。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我一直在想说他为什么要一直描述这个阴茎，描述什么那种肌肉很大的阳刚的男性在小说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受他安排的这个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男性的性的部分的。或许就是不把它当成女同这么狭隘，我觉得也可能是双性恋。作为一个双性恋，现在要拉出双性恋的不可。你看牛奶说的很好，这男的只是他们两个人 play 然后中间其实有一段嘛，就是他跟他说，我看到就是他们中间有一段真心话环节，一个真心话环节，就是这个 Carol 跟他说对不起，我尿在你床上，就是他第一次找他跟他一起过夜，然后就他醒过来发现整个都湿透了，然后 Carol 就说我有时候无法控制自己，我就 feel 然后这个时候女主就跟他说我看到你跟那个男的搞了，然后他就说对不起，我不是想伤害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发生了，然后我不记得后来怎么就滚到床上，然后女主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 Carol 就说 I think I was just afraid to lose you。
What do you mean lose me? I don't know. You will fall in love, and then you will move out, and then I will be alone here again. 就是他是通过去想要好像破坏他跟这男的关系，然后想要把这个Joe留在他身边，然后就问他说：“你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不要？” I could hear the water drip from the ceiling, from the walls, from every corner, and I thought that it dripped with us, for us. 最后他自己好像就变成了这个液体的一部分。哇，这太神了！这作者简直太神了。还有谁有想分享？刚才姜饼人打了问号是之前他们在说听尿尿的声音的时候打了一个问号，没有机会听别人，机会我得潜入厕所。对，尿给你我们那个没有。但这本书好像真的写的很好哎，我感觉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带在路上听，不是带在路上听，带在路上看。发现现在可能你是留下来的人里面唯一没看过的了，姜饼人。哦，这样子吗？你是好的，我会努力看一下的。期末考完了，可以看书了。Feel you， 它很短的，它就这么厚，这么薄，2小时、3个小时就能看完。哦，它没什么情节，它最后就是最后2个人搞完。可以，很快把它看掉。对，那个时候我还蛮伤心的。你看他答应他说他不会走的，然后他就走了。但他也说有部分的他觉得可能有2个他有一个永远的留在了那个房子里面。嗯，那是。走也没关系吧？就上一秒答应的和下一秒的我又不是同一个我，上一秒的答应不具有任何意义。我觉得他说的，我觉得他描述的他走的那一段还挺悲伤的。他就说他好像身体像是就是像根一样扎进了那个房子，就是他走的越来越远，他跟那个房子中间就那个连接却一直没有断，只是变得越来越细，像丝线一样。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回应他跟这个室友的关系，就是彼此融合，已经很难分开，就是那种边界完全融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走的那个感受会让人觉得，他们的确实有过很深的羁绊。对，确实走了是走的那段确实我也有同感，就是他走的非常的黏糊。我记得他形容里面说，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就像串起了一条线，像一个一个珠子一样一直串着，然后那个房子在他后面跟着他走，然后他是说房子塌缩成就是小细珠，然后他跟这个房子的连接因为越来越远变得越来越细，然后这些珠子就都串在这些丝线里面跟着他。好悲伤。好，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这刚才讲过了。就是这个写作练习，我们今天就不在课上一起写了，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推荐大家写作时间是25分钟。想象在某种欲望或者信念的推动下，你打破了自己身体的界限，变成某种植物或者食物，变成其他东西、其他人的一部分，或者你与其他事物之间物理的界限被打破，以某种形式连接在一起。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思路就是可以去围绕一个你很渴望，但是又没有办法得到、不敢得到的东西。依据某次印象深刻的经历，围绕它的 periphery 来写，就是它的周围来写。例如写肢体接触或者写性，但重点不是肢体接触本身，而是它周边的那些事物。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写作技巧吧，就是这个写作思路只是一个 recommendation， 大家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写作群的朋友们都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就只是提供一些prompts， 就是你可以去写周围的事物，比如说蓝天堂里面的苹果和蘑菇，然后多用一些意象和比喻。就是这个是我们这次的写作作业。然后大家对于这个题目有什么问题？鼓掌，太会想了，非常好，很想写，立刻。好，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就大家有什么别的关于写作的问题，或者对这2本书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现在再聊一会儿。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走了。Enjoy 你的 therapist time 吧。好，那我撤了。谢谢青豆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姜老师，谢谢青豆老师，又快乐了一个上午，该去练琴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老师再见，老师再见，老师们再见，拜拜。好幸福的晚上哦，睡前的这种，天哪，太爽了。